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 iCar 发布了这一台全新的 iCar V23，价钱从119800块起跳哦。那 IWD 4轮驱动版本的价钱是132,800块。那这台车我们之前就有为大家做了一个完整的 Off-road 测试，没有错，这台车是可以 Off-road 的。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把画面带到我们为这台车做 Off-road 测试的当天，来看一下这台车的 Off-road 表现是怎么样啊 ！Let's go！ 身为一个经历了2年参加马来西亚东马那边的 Borneo Safari 世界级前10名难度 Off-road Event 的高手，今天我们被 iCar Malaysia 邀请来体验他们的 iCar 最新车款 V23。买新车当然也要为我的新车安装上 Dodomat 的 Carpet 了啦。那这一次为我的这一台 Tesla Model Y 换上的呢，就是他们最新产品，来自 Dodomat 的单层 Carpet。这个 Honeycomb 设计呢是防滑材质哦，而且绝对无毒无害无气味。Honeycomb 的深度呢是高达8个 mm， 所以肮脏啊、砂石、灰尘、毛发都会卡在它的 Honeycomb 下面。在清理过程中，只需要把它拿出来轻松的拍一拍，就可以把里面的那些残留肮脏通通清理干净。而且如果你们要清洗的话，也非常简单，直接用清水清理就可以了，而且它很快就可以干透。它的后面呢还有这个整个大面积的 Velcro， 放进你的车里面绝对不会乱移动。认清正品，大家一定要买官方 Dodomat 的产品哦。而且如果你买的跟我一样是 Elite 1.0 的 Carpet 的话，将会享有官方的3年 Warranty， 不管你把它踩烂掉还是破掉，都可以一对一更换。想要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Dodomat Elite 价钱的话呢，点击我的影片左下角这个框框进去购买嘞，还可以使用我们 Rider ATS 和 Shopee 官方合作送给大家的现金回扣 voucher， 这样好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吧 ，Let's go！ 不是普通的在公路上面走啊，而是要进 Off-road 了啊。那讲到 Off-road 呢 ，Rider ATS 频道呢就有少的经验啊，去了2年的 Borneo Safari， 什么 Off-road 没有看过？那这一台车呢，它的 Off-road 表现到底怎么样？我觉得由我们 Rider ATS 频道来讲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了啦。那今天要把这台车开出去体验 Off-road 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台 iCar V23 跟之前发布的 iCar 03啊，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当然，这台车它是一台全电动 BEV 的电动车款了。那在马来西亚也是应该会有2个版本啊，一个是 Two-Wheel Drive 版本，还有一个是 IWD 4轮驱动版本。这一台就是 IWD 版本啊。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观啊，讲真的啦，这个外观是完全大中我的口味啊，因为在大概2年前，我去中国北京国际车展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他们的概念车型了。那这一台车，当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是一台银色 silver 色，也不知道它叫什么车，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的车，甚至不知道它的 off-road 能力怎么样。但是第一眼那一个感觉就是喜欢，这个外观根本就是我喜欢的那一种 off-road vehicle 的样子。那讲到 off-road vehicle 嘛，最基本的就是离地间隙一定要高。这一台 V23 的离地间隙呢是有210 mm， 什么概念？我感觉 Proton X70 这一台车啊，它的离地间隙已经很高了，因为那台车整个很高大，可是它的离地间隙还比这一台车矮啊，也就是200 mm 罢了。所以这一台 iCar V23 的离地间隙是比 Proton X70 那台都市型 SUV 来的高多10个 mm。那这一台车的外观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拍过它的相关影片了啦，不过还是要讲一下它的 Sport Rim 啊，在 V23 方面比起之前发布的 iCar 03呢，真的是放大了很多。这是一个21寸的 Sport Rim 嘛，所以它的轮胎的胎壁就会比较薄。拿来 Off-road 的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表现，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蛮期待的啦。轮胎尺寸265/45 R21， 如果我买这台车，我应该会 downsize 啦，我会把它的这个 Sport Rim 缩小，然后用比较适合越野的轮胎型号。但是这个一看就是一个街胎啦。那这台车除了它的离地间隙高，它的车身高度也高啊。我身高170，你看它比我还要高嘛，那就更加符合一台越野 SUV 的那种调性啊。那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原厂配给你了一个 side step， 因为离地间隙高，上下车有 side step 会比较方便。除此之外，它还在每一个 pillar 呢放了一个
扶手，就好像 4x4 pickup truck 这样子。你在上下车的时候可以踩着 side step， 再扶着扶手坐进来，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Off-road 的感觉，整个 feeling 就来了啊！当然，电动调节的椅子少不了啦。Steering wheel 方面比较可惜，只可以做到上下调整。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坐姿坐起来感觉真的很不错。虽然它不是一辆很大辆的车，可是它的里面的设计我很喜欢，尤其是这些雾银色的饰条，搭配上这个软材质的 dashboard， 然后还有这些物理按键、物理旋钮，还有一个15.4寸的大荧幕，它就是整合了 retro 复古还有新时代的一些设计元素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哇，其实我自己很想买辆 Jimny 懂吗？因为它可以带我翻山越岭，可以走 off road， 可以涉水，然后又可以去 camping、glamping， 很爽。哎呀，来到这个后座啊，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了。很多人买车，他们要的就是要大、要舒服，但是这台车呢，买的不是大、不是舒服，而是一个态度。这台车呢，你看到吗？上下车也是有扶手，就连后座也有。坐进来呢，确实它的后座椅背倾斜角度不是非常的斜，但是它的发泡棉很软啊，很好坐。然后它是一个凹槽下去的，它有挖空，所以你坐进去，整个空间感还算是不错，但是它给不到你那种豪华 SUV 的感觉。然后后面呢是没有冷气出风口啦，中间也没有 armrest， 而且它的椅子看起来比较像是2张独立座位。如果坐中间的话，这个坐姿就好像有点高了，但是高归高，又顶不到头，一切还是非常的合理啦。我觉得合理，尾箱空间很重要，因为要去 camping 嘛。如果 camping 尾箱空间不够好啊，这台车就不太适合拿来 camping 了。来到这台车的尾部呢，我觉得这个尾部真的是有点像 G Class 的 feeling， 尤其是它的这个尾灯啊，好像小 G。然后这个小书包呢，不是 spare tire， 毕竟它的轮子啊是21寸啊，放不进这个小书包里面。所以呢，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小书包的位置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打开来，里面是一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一些应急用品啦。空间不是特别的大，可是有好过没有啦。车尾箱空间讲真的，它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是短途旅行或者 camping 的话，放下一些 camping 器材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台车你也可以在车顶放上一个置物架，就可以载更多东西去 camping 了。2张后座的椅子呢，是可以做到55分倾倒啊，不是64分啊，它是一半一半，可以把它倒下去，你就可以放你的滑板脚车啦之类的东西，毕竟它的高度是够高，很好用。没有电动尾门啊。这里有一台 display unit 呢，在车顶方面就有装了车顶置物架啦，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如果是拿来玩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玩的载具，可以在你平时的工作通勤啊、周末的轻度越野啊等等之类的都很赞。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Jasmine 小茉莉对这辆车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Let's go！ 我非常喜欢这辆车，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你看，我也是为它而来的。橙色，橙色，橙色。这辆车整体我都很喜欢，除了我不喜欢它的后座空间，因为我有时候会坐后座，所以我觉得后座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蛮重要的啦。但是如果入手这一台车，它不是一辆家里最主要的那一辆车，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行。它只是可能偶尔 holiday 啊，还是假期啊，需要去 camping 啊，或者是短程啊才开这一台车，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OK， 看完这一台 iCar V23的外观，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体验它的 off-road 表现。身为一个 off-road 专家，off-road 表现对我来讲是真的很重要啊，尤其是它的外观看起来就很 off-road， 如果 off-road 表现不好，就这样咯。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不错的啊，不然的话媒体试驾会的给我们拿来 off-road 驾，表现不好它怎样交代，对不对？所以废话少说，现在直接进入 off-road 体验环节 ，Let's go。OK，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这个 iCar V23的试驾环节了啦。我们现在走的这一种 off-road 啊，当然不是我们之前2个礼拜前去的那一种非常沟里很严峻的 off-road， 但是这一个呢，它感觉起来就像是一些圆丘路，就是一些 estate 的路，可是比 estate 的路还要再烂多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我们是被左右摇摆啊，但左右摇摆啊，又不至于去撞门把，因为这台车的椅子的 support 非常好，尤其是它的这个好像 half bucket seat 这样子，旁边是有在支撑我的身体。然后还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这台车因为它没有引擎嘛，所以它不会发出任何的引擎噪音，同时它又有非常强劲的 torque 来让我们爬坡。现在我们就要爬坡了，我们的油门我们的电门是不需要猛踩的，所以现在是在爬坡的情况下，我的电门只需要踩大概10%、15%，它就可以顺的把这辆车带上一个越野沙地路的斜坡。那现在的斜坡角度是13度啦，那这辆车其实还可以倾斜到40度都还可以再上坡的，但是取决于这个轮胎表现啦。那这台车开起来呢，它的感觉就是很奇妙，你不会听到任何的噪音，它的 suspension 没有传来一些怪怪的声音。当然它不是 leather frame， 它不像 Jimny 这样子，所以它在过一些烂路的时候，在过一些比较斑闭的路况的时候，它的这个回馈是不像 4x4 pickup truck 或者不像 Jimny 那么有感，它还是比较舒服的，比较舒适的。好，现在我们要试的就是陡坡缓降功能，我把脚直接
接离开我的刹车踏板，因为它已经启动了这个陡坡缓降功能，它就这样顺顺的保持在10个 km/h， 慢慢的把这辆车带下山坡，所以我们只需要控制我们的 steering 就可以了。那这辆车，你看它的外观，这样好像一辆很 off-road 的 design， 它的 interior 也是很有那种复古风格的越野车的 design， 但是它的 steering 是真的轻啊，轻到我甚至想要它再重多一点点。当然，这一切都是可以在你的主机荧幕里面做到调整啊。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mod， 有沙地的 mod， 那有越野的，有城市用的 mod， 有 sport mod， 你还有一个 individual mod， 你可以跟着自己的驾驶情况来自定义你自己想要的一个驾驶模式啦。接下来就是一个，他讲这里是最够力的啦，最完璧的一条路了。讲真的，其实是还好，可能后座会比较辛苦，驾车的人抓着方向盘，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个感觉就还 OK 的。等下我们下车啊，再访问后面2个人，他们刚才坐在后面是怎样的 feeling 啊？那我现在驾这台车啊，其实我的肌肉记忆啊、身体记忆还是2个星期前我们去参加这个东马的 Borneo Safari 啦，第33届的。但是讲真的，这台车跟我们之前试的车有很大的差别，在于这台车它的整个 NVH、它的 interior 的那个宁静程度，还有轮子的回馈、suspension 的回馈，都比较像是一个让你有比较豪华的感觉 ，luxury off-road 的体验啊。我们已经试完了这个 V23的 off-road 体验，我们来问一下刚才坐在后面的姐妹，感觉怎么样？首先，可能是因为这个轮胎尺寸确实是还蛮大一条，21寸，所以我们在后面讲真的，确实是还蛮完逼一下啦。从画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被弹来弹去。不过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座椅做到其实是真的还蛮舒服，还蛮软，可能因此它就比较有弹性啊。不过除了在那些比较 off-road 比较跳的路况的时候，好像现在这样子上到 on-road 的时候，确实是还蛮不错啦。整体内饰看起来很豪华，坐起来也还蛮舒服的。如果你们在考虑 V23拿去 light off-road 的话，可能你的乘客就比较没有像前座那么的 OK 点啦。啊，轮到我们的 Jasmine 小茉莉了，来，刚才你坐在后座怎么感觉？感觉有一点被甩来甩去，它的椅子的那个发泡棉很软，日常的路上坐应该是舒服的，但是用在 off-road 的话，就有一点被它弹来弹去的那个感觉。所以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啊，其实就是我们在 off-road 里面的一个体验。这辆车在 off-road 里面的表现，我不能讲它是真的很强，因为它是一台都市型的 SUV， 但是它的这个 off-road 的成分会比较多一点点啦。所以整体表现我是觉得 approve 的，因为你们不可能开这辆车去走那种 Borneo Safari 的路况啊，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讲像这种 estate 路比较 light 一点点的 off-road， 甚至比今天的再严峻一点点，它都肯定可以克服。所以如果你是要去钓鱼啦，去越野一下 camping， 跟几个朋友去你阿公的榴莲园里面采榴莲的话，这一台 V23肯定是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需求，还有你的 off-road 需求啦。那你问我喜不喜欢这台车？我喜欢这台车。我的老观众都知道了，通常看到我这种表情就知道我又要买车了。我真的很难再买车，那车是越来越多。但是你问我喜欢吗？我真的喜欢这辆车。这辆车它给到我很多视觉上还有体验上的冲击，因为我喜欢复古风的这种外观 design。除了复古风的外观 design， 它又给到我很多很高科技的感觉，包括在 off-road 的时候有启动了它的540度的全景环绕影像，可以看到我周围的树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很有安全感。那驾起来体验也非常好，没有声音。电动车就是这种 NVH 达到一个极致的体验，然后驾起来也挺有安全感的。我完全信任它的整个 technology， 还有在越野里面的表现。所以如果让我评这台车的话，因为我自己抱有一些个人偏好啦，我是喜欢这样的外观，这样子的 interior， 还有越野我也喜欢，所以这台车我肯定会给很高分。那你们会给这台车多少分呢？在影片下方打上来，0分最低分，10分最高分，写0到10，告诉我，我自己给它8分。我很喜欢这辆车，有兴趣的朋友之后这辆车 launching 了呢，你们可以到 iCar 的展厅体验这辆车，上去坐一下，体验它，驾它啊！如果你们的附近的 showroom 可以给你们体验 off-road 更好，去体验一下新时代的 off-road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讲到完，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车的，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这台 iCar V23适合你吗？留言区打上来，我觉得适合我啦，我很喜欢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